谁想破坏这规矩，就冲老夫来！随着玄老的出现，他将徐三石从昏迷中救回，并以他那强大的魂力为徐三石进行疗伤。而天煞斗罗黄金旭虽然心中郁闷，但也深知自己与玄老之间的实力差距，只能选择沉默。日月战队的带队老师在平复队员们的情绪后，明确指出了饕餮斗罗玄老的实力和地位，让所有人都意识到了他们与史莱克学院之间的实力差距。星罗帝国的皇帝和白虎公爵以及在场的所有人都对玄老的出现和表态表示了沉默的尊重。他们深知，在这个超级斗罗面前，任何的不满和抗议都是徒劳的。随着比赛的进行，史莱克学院战队在个人赛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徐三石的英勇表现不仅击败了2名强大的对手，更为史莱克学院在接下来的223战法中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尽管他因使用玄武降临而耗尽了体力，但他的牺牲是值得的，因为他为学院赢得了尊重和荣誉。在天煞斗罗黄金旭的宣布下，贝贝和米迦作为下一场的参赛队员，准备开始他们的比赛。贝贝作为史莱克学院的下一名队员，肩负着继续扩大优势的重任，而米迦作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强有力选手，他的目标是挽回学院的颓势，为队友们的失利复仇。米迦的魂导器装备显示出他的特殊战斗风格，他更侧重于速度和机动性，而不是像其他队员那样依赖火力。他的腿部和背部装备的推进器使他具有极高的移动速度，而肋下延伸出的金属翼则帮助他在空中进行精准的移动和平衡调节。他的双臂和胸口装备的炮管和巨力魂导器则是他的主要攻击手段。贝贝作为史莱克学院的一员，自然也不是一语之辈。他的实力在之前的战斗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在这场比赛中，他需要利用自己的优势对抗米迦的速度和机动性，找到机会取得胜利。随着比赛的开始，2位选手立刻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米迦利用他的速度优势，试图绕到贝贝的身后进行攻击，而贝贝则凭借他丰富的战斗经验和策略，努力捕捉米迦的踪迹，寻找反击的机会。2人的战斗风格迥异，但都展现出了高超的战斗技巧和策略。贝贝的战斗智慧和经验在这一刻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并没有直接硬抗米迦的触发式定时魂导炮，而是采取了更为巧妙的应对策略。在左手做出抓握动作的同时，他巧妙地利用滑步避开了炮弹的直接攻击，让炮弹紧贴着自己的身侧而过，从而避免了炮弹爆炸的正面冲击。这一幕让所有观战者都屏住了呼吸，他们意识到贝贝并不是要硬接炮弹，而是有着更为精妙的计划。米迦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惊讶，他没想到贝贝竟然能够以这种方式避开自己的攻击。贝贝的身法之快，动作之准，让所有人都为之惊叹。他不仅成功地避开了炮弹的攻击，还在移动中寻找着反击的机会。他的眼神冷冽，全身散发出强烈的战意，显然已经做好了随时反击的准备。米迦意识到自己不能再让贝贝靠近了，否则一旦让对方找到机会，自己将会陷入被动。因此，他迅速调整战术，试图通过远程攻击来压制贝贝，不让他有机会接近。但也就在这时候，贝贝抓握的左手向下一甩，那炮弹几乎是在距离他手掌不到1尺的地方被牵引着，居然就那么甩向了地面，噗的一下吸附在了地面上。贝贝的出色表现不仅让在场的观众惊叹，也让史莱克学院的同伴们感到自豪。他不仅展示了自己作为魂师的强大实力，更展现了唐门绝学的精妙和深邃。贝贝巧妙地利用唐门暗器技巧，将对方的触发式定时魂导炮一一化解，同时还巧妙地回击，展现出了他不仅仅是一名魂师，更是一位精通暗器的高手。米迦面对贝贝的反击，虽然心中惊讶，但并未慌乱。他作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精英，对魂导器的掌握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迅速调整战术，试图利用自己魂导器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来对付贝贝的暗器技巧。比赛台上，2人的战斗愈发激烈。贝贝的暗器和魂技交替使用，让米迦应接不暇，而米迦的魂导器也在不断的变化和升级，试图找到贝贝的破绽。贝贝将唐门绝学子母追魂夺命胆运用的淋漓尽致，让所有人都见识到了唐门暗器的威力。这种暗器的精妙之处在于它的隐蔽性和突然性，能够在对手不知不觉中造成致命的打击。就在这一刻，一道光芒从天而降，硬是将他的身体笼罩在内。就在那枚触发式定时魂导炮炮弹爆炸的一瞬间，挡住了爆炸的光芒。米迦面前已经变成了一片橘红色，他的目光瞬间就呆滞了，头皮一阵发炸，背后更是冷汗津津。他完全可以想象，如果这一道光芒来得晚一瞬，根本没来得及反应的他，此时已经被那橘红色的光芒彻底吞噬。还好天煞斗罗黄金旭及时出手救下了他。米迦的失败不仅是因为他低估了贝贝的实力，更是因为他没有预料到贝贝会使用如此高明的暗器。在贝贝的子母追魂夺命胆面前，即使是5级魂导护罩也无法完全阻挡那些牛毛钢针的侵袭。而米迦的触发式定时魂导炮炮弹在贝贝的暗器面前也失去了作用，最终导致了他的失败。黄金旭的及时出手虽然救下了米迦的生命，但却无法改变比赛的结果。贝贝的胜利为史莱克学院在个人赛中再添1分，同时也为史莱克学院在接下来的223战法中积累了更多的优势。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队员们面对这样的结果，
心情无疑是沉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队友一个接一个的失去战斗力，内心的压力和焦虑也在不断增加。孟红尘作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第4名队员出场，面对史莱克学院的强敌贝贝。孟红尘以其独特的酒红色长发和冰蓝色眼眸，展现出与兄长笑红尘不同的美丽。尽管日月战队在团战中获胜，但史莱克学院的战术布局使得他们在个人赛中占据了明显优势。与此同时，周老师感到一丝不安，他知道日月战队并非一羽之敌，笑红尘的实力已经引起了他的注意。现在孟红尘的能力成为了一个谜，他平静地迎接贝贝的冲锋，同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的长发变为雪白，眼眸转为血红色，给人一种强烈的震撼和恐惧感。随着比赛的开始，贝贝迅速冲向孟红尘，而天空中的炸雷和细雨为这场对决增添了更多的紧张气氛。孟红尘的魂环配比显示出他的实力不凡，他身后浮现的白玉蟾蜍武魂更是让周老师感到似曾相识。在双方接近到30米范围内时，孟红尘率先发起攻击，释放出一股白色气流，看似缓慢，却蕴含着强大的力量。贝贝不敢轻视，立即使用自己的最强攻击手段雷霆龙手，试图与孟红尘的气流相抗衡。然而孟红尘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撤退，以惊人的速度和弹跳力避开了贝贝的攻击，让他的雷霆龙手撞击在比赛台的防护罩上，引发了巨大的雷暴。孟红尘的战斗风格和他的兄长笑红尘截然不同，他的行动充满了神秘和不可预测性。而贝贝在攻击后感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变化，他的目光开始暗淡。孟红尘凭借其武魂的特殊能力，成功的使贝贝中毒倒地，从而轻松赢得了比赛。孟红尘的朱晴冰蝉武魂不仅具有极强的毒性，还能够将毒气收发由心，这使得他在战斗中占据了极大的优势。贝贝虽然实力强劲，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中毒，导致他无法继续战斗，甚至生命垂危。这一幕让史莱克战队的队员们震惊不已，他们意识到孟红尘的实力远超他们的预期。霍雨浩和周老师在赛后终于识破了孟红尘的武魂真面目，他们知道朱晴冰蝉的剧毒是这场比赛胜负的关键。孟红尘不仅在实力上有着惊人的表现，他的战术计算也极为精确，使得他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击败对手。下一轮个人赛继续进行，林洛尘与孟红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决。林洛尘以其精湛的冰元素控制能力，连续施展了5个魂技，将整个比赛台笼罩在极寒的冰雾之中，温度骤降至零下50度。孟红尘拥有朱晴冰蝉这样罕见且剧毒的武魂，他的能力在雨水中得到了极大的增幅，但面对林洛尘的全面爆发，他似乎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依旧保持着高傲的姿态。在林洛尘的冰牢和冰雾的双重控制下，孟红尘被暂时困住，但并未表现出任何想要逃脱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推移，冰雾逐渐散去，露出了比赛台上的2位选手。孟红尘依旧站在冰牢中，身上覆盖着冰霜，而林洛尘则保持着他的冰甲和冰之法杖的姿态。两人的对决似乎陷入了僵持，没有人清楚究竟谁占据了上风。在冰雾散去后，观众们急切地等待着裁判的判决，想要知道这场艰苦的比赛最终是谁获得了胜利。孟红尘利用其武魂的特殊能力，在冰中传毒，使林洛尘无法抵抗并失去意识。天煞斗罗黄金旭宣布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胜利，并示意史莱克学院派出下一位队员。霍雨浩上前接应林洛尘，消融了他身上的冰甲，却发现他已中毒失去知觉，情况与之前的贝贝相似。周老师和其他史莱克战队成员面对如此局面感到无助，因为孟红尘的剧毒太过强大。霍雨浩虽有能力解除寒毒，但孟红尘的毒中隐藏的火属性剧毒让他不敢轻易尝试。下一个，孟红尘的声音宛如催命符一般再次响起，他的神态依旧是那么的骄傲，指向史莱克备战区。孟红尘轻松连胜2场，成为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赢得比赛的关键，将双方战队的人数对比拉回到同一起点。面对这一挑战，史莱克学院的戴耀恒站起身来，虽然心中充满疑虑，但仍然准备迎战。戴耀恒虽然拥有强大的白虎武魂，但对于能否抵抗孟红尘的剧毒，他并无把握。在皇城上众人的注视下，他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但无法逃避这场战斗。马小桃在关键时刻向戴耀恒提出了建议，提醒他利用自己的3大变身技能来增强抗性，不给孟红尘的剧毒留下发作的时间。戴耀恒理解了马小桃的意图，并以坚定的态度跃上比赛台，准备以雷霆万钧之势应对即将到来的对决。他意识到，作为顶级兽武魂拥有者和超过60级的魂帝，他的武魂增幅足以为他争取到宝贵的时间，抵抗孟红尘的剧毒攻击。比赛开始，戴耀恒迅速启动自己的白虎武魂，释放3大增幅技能，以极快的速度和强大的气势冲向孟红尘。他的变身让他短时间内实力大增，如同猛虎下山一般。孟红尘展现出他的魂导器甲胄，一套6级全身铠。孟红尘巧妙地利用冰之毒环和冰之折射2个魂技，以及手中的6级魂导器细剑，与戴耀恒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对决。他的细剑攻势凌厉，剑光闪烁，令戴耀恒不得不全力以赴应对。戴耀恒虽然拥有白虎武魂的强大力量，但在孟红尘的剧毒影响下，他的速度开始迟滞，局面变得对他不利。
周老师和史莱克学院的其他人都为戴耀恒捏了一把汗，他们清楚地看到了孟红尘战术的高明和戴耀恒的困境。马小桃对戴耀恒充满信心，坚信他有能力战胜对手。然而随着戴耀恒身上中箭的次数增多，场上的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孟红尘的坚韧之臂和灵活的战斗技巧，使得戴耀恒的攻势屡屡受挫。戴耀恒虽然受到了白虎护身杖、白虎金刚变和白虎魔神变3大增幅技能的加强，但在孟红尘6级魂导器的连续攻击下，他开始受伤，血光闪现。孟红尘武器上的剧毒更是加剧了戴耀恒的困境，剧毒随着血液迅速蔓延。在危急关头，戴耀恒发出怒吼，激发出自己的第6魂环，释放了白虎魂帝的最强魂技白虎破灭杀。这一绝技的威力巨大，金光汇聚成沙字，白虎虚影浮现，气势惊人，笼罩了周围5米内的一切。孟红尘面对这最后一击，嘴角露出冷笑，他知道自己无法正面抵挡这强大的攻击。戴耀恒的这一击是胜负的关键。孟红尘凭借其诸禽冰蝉武魂和7级魂导器瞬移之剑，巧妙地避开了戴耀恒的白虎破灭杀。他的冰火毒龙钻魂技与6级魂导器的结合，展现出了强大的攻击力，几乎与魂帝级强者的魂技相媲美。只是戴耀恒的实战经验和策略更为老辣，他故意露出破绽，诱使孟红尘深入攻击，同时隐藏了自己的魂骨技能绝对防御。当孟红尘的冰火毒龙钻即将击中戴耀恒时，他的绝对防御技能发动，瞬间挡下了他的攻击。紧接着戴耀恒再次释放白虎破灭杀，这一次孟红尘未能及时反应，被戴耀恒的攻势所困。孟红尘虽然魂力消耗巨大，但他并未放弃，试图寻找机会反击。孟红尘在戴耀恒的白虎破灭杀面前，尽管触发了坚韧之臂，但仍然无法抵挡住白虎魂帝的强大攻势。孟红尘的6级魂导铠甲在白虎利爪的攻击下出现了多处破损，情况危急。日月战队的带队老师及时宣布认输，星光降临保护了孟红尘，避免了他受到更严重的伤害。戴耀恒的实力在这场比赛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他不仅战胜了孟红尘，还证明了史莱克学院的强大。然而戴耀恒也因为剧毒的影响而昏迷过去，失去了战斗力。在戴耀恒昏迷前，他将自己的一枚重要戒指交给了马小桃，该我了。一边说着，马小桃已经将那枚戴耀恒给他的虎戒戴在了自己右手拇指之上，就要向比赛台上走去。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却在这时宣布放弃个人赛的后续比拼，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周老师铁青着脸道：好一个日月战队。马小桃皱眉道：周老师怎么回事？周老师解释说，日月战队的战术认为他们是以退为进，为了在接下来的223战法中发挥团队优势。孟红尘虽然消耗过大，但仍有恢复的可能。面对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战略调整，周老师的分析让霍雨浩、王东和马小桃意识到他们几乎没有胜算。日月战队的马如龙和萧夏风准备出场，而史莱克战队这边只剩下他们3人，且预备队员的实力与对手有明显差距。在这种劣势下，马小桃展现出了队长的担当，他决定独自面对第1场223战法的比赛，放弃另一个参赛名额，以此给队友们争取更多的休息和准备时间。他的勇敢和自信激励了霍雨浩和王东，他们也坚定地表示愿意拼尽全力为史莱克学院的荣耀而战。比赛开始，马小桃以火凤凰的姿态勇猛冲锋，展现出了他强大的攻势，而马如龙和萧夏风则采取了防守策略，利用魂导器的优势构建防御，同时准备以强大的火力进行反击。马如龙的蓝紫色光墙阻挡了马小桃的前进路线，而萧夏风则迅速布置魂导炮台，准备进行全面的火力压制。马如龙和萧夏风展现了他们强大的魂导器实力，而马小桃则以他强大的凤凰武魂和出色的战斗技巧应对。马如龙的6级魂导器审判之剑，以其独特的黑暗与光明属性，对马小桃造成了巨大的威胁。他的攻击不仅令马小桃的凤凰火焰暂时失控，更让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然而马小桃并非一羽之辈，他的火焰双翼颤动，在空中留下一连串的残影，使得马如龙难以锁定他的真实位置。在萧夏风的魂导炮台火力全开的情况下，马小桃依然冷静应对，一边抵挡着攻击，一边寻找着反击的机会。马如龙的审判之剑虽然强大，但他为了使用这柄8级魂导器，不得不借助7级魂导器祭奠之章，以自身生命力和潜能为代价，暂时提升自己的实力。这种牺牲表明了他对胜利的渴望，以及作为队长的责任感。在这场对决中，马小桃的火焰被黑暗之力侵蚀，他的邪火被引导而出，与黑暗之焰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黑暗火焰。